军工集团利益大于国家利益，美国人坐不住了，跟中国血拼到底有猫腻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一华。美国人说，美国是挑起中美矛盾的一方，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军工集团所裹挟。面对无解的局面，中国该如何应对呢？近日，一段来自美国福克斯新闻的视频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。主持人公开表示，美国才是挑起冲突的一方。正如美国挑起了俄乌冲突，美国现在正在挑起与中国的冲突。看得出来，中美之间的矛盾大有蹊跷。为何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依旧强烈，大有一种要跟中国血拼到底的势头？这里究竟有何猫腻呢？其实要明白这个问题，就得先弄清楚美国政府的背后推手是谁。大家知道，美国选举一直离不开政治现金，说白了，美国政客就是各大利益集团站在台前的传话筒，谁的势力大就帮谁说话。而且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是掌握了美国资源的幕后老板，无论谁上台都得站在这一边。就拿俄乌冲突来说，一边是血腥冷酷的战场拼杀，另一边则是美国军工集团的疯狂穷销，各种军事援助源源不断，大发战争横财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美国四处点燃战火，把阿富汗搞得满目疮痍后，又把乌克兰变成绞肉机。只不过美国绞的是别人的肉，补的是自己的血。面对美国的横行，他的盟友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。就拿最近的美日荷三国来说，在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设备一事上，就遭到了来自荷兰国内的反对。荷兰的贸易官员表示，不应一味倾听美国的建议，而要从维护本国利益与国家安全出发，防范所谓的保护主义。而阿斯麦 CEO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，但是最后都屈从了美国。韩国就更惨了，明明依仗着中国巨大的市场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这次却被美国控制得死死的，让他往东不敢往西。要知道，韩国是中国计算机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之一。自从中国被美国限制进口半导体以后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出口大幅下降，而半导体是韩国的支柱产业之一。国内财团和老百姓都对此怨声载道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西边俄乌冲突尚未平息，东面美国又在紧锣密鼓地挑起与中国的争端。如此疯狂行径的背后，其实掩盖了触目惊心的真相。众所周知，疫情期间在经历了所谓的美国核动力印钞机与丧心病狂的发展以后，美债危机就像悬在美联储头上的一把刀，一旦落下，美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之中。美国的当下之急就是撕开一个新的口子，转移矛盾，而中国就是美国的头号目标。一旦发生冲突，美军工集团不仅能吃饱赚饱，还能以战争名义开足马力生产赚钱。面对气势汹汹的美国，中国展示了何谓大国风范，任你上蹿下跳，四处煽风点火，我只取要害，精准打击。你美债危机迫在眉睫，我就持续的抛售美债给你提速。仅在去年1年中，中国抛售的美债累计达到2000亿美元。另一边，你行使美元霸权收割世界，我就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当更多的国家采用人民币结算时，美元的影响力自然下滑。当你再也无法收割全世界时，美国的霸主地位能否存续就不好说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